终于到货了，可这也太糟糕了，这可咋整啊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不就有了吗？这次求到了大佬小干哥的帮助，在众多大佬的重涂风格里，我非常喜欢他妆感十足的写实化风格。我选择了更浓妆风格的方案，求他帮我重涂了一下第6部的承太郎。这次的成果可以说我非常满意，简直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啊，太牛了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玩赏一下超像可动石之海的承太郎。第6部石之海的承太郎可以说是我最期待的出品了，但我更喜欢第3部，毕竟是清纯男高。拿到这款承太郎，我就放到一旁落灰了很久，因为从外部橱窗我就知道这次制作肯定是翻车了。第6部的合体体积很大，内容物就是这些了，赶紧取出来看一看。凑近一看，翻车的太明显了，五官确实都在，但完全看不出是承太郎，一点气质都不剩了。对比再版的不灭钻石承太郎，会发现刻画工艺其实差不太多，但设计的面相啊出了问题，坚毅的眼神、富有感染力的无敌氛围全部都消失了。另外2个替换头雕也是如此，变得空洞无神了很多。撇开面部不谈，这次的承太郎头发是紫色的，由帽子过渡而来，身材上是更接近第6部纤细的画风，全身紫绿金的配色也是相当的协调好看，刻画上是及格的。这次的上色品控除了面部不细看其实做的还好，还会发现老的2款承太郎帽檐会歪掉露出一部分面部五官，而石之海版本的承太郎则是把帽檐改到了正中，正面看会挡住眼睛，有点角度限定啊，摆 pose 会变得比较困难。领口的链子末端是鱼钩，很可爱，和承太郎海洋学家的身份相呼应。链条主体是塑料，通过金属环与领口相连接。而第3部的承太郎是纯金属链，第4部的承太郎则是没有了链条的设计。右手臂在转动手肘时，上下连接的图案也会有刻画在手肘关节上，而左侧手臂的关节，我又中奖了，连接图案去哪了呢？在手臂内侧。我这款承太郎给了2个右侧手肘关节，很有意思啊。就算这样，玩赏主体的最后，我还是要夸赞一下这次的腿部，终于完全给我们玩家呈现出了一个可以自然并拢的双腿，这真是可喜可贺。和不灭钻石的承太郎对比，第6部的身材更修长，而第4部则更风格化，也是另一种帅气啊。在如此稀烂面雕的加持下，就算去摆一些帅气的姿势，也还是不对位。果然面相才是最重要的。接着来看看套件里的其他配件，呐喊头雕也是就算摆了动作也还是不行。纯看动作会发现这次身材做的的确很不错，但是总不能一直挡着吧。抽叠头雕也同样如此，拉近仔细看到面部涂装也是非常的糟糕，简单的线条太差了。瞳孔细节 TAG 的字样还原了漫画，也呼应了白蛇身上的纹样。会注意到抽出来的 disc 是有写上 disc 的字样的，没有印上代表记忆或者替身的图案，这和故事里被抽叠时的描述是一致的，不错。配合白蛇就能还原出承太郎在被白蛇伏击时惨遭抽叠的情境了，一搭配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不行，不能仔细看，脸还是不行啊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3颗头雕都是一场灾难。装有重建碎片和发信器的吊坠是有附带的，正面是甲虫，背面则比较光滑。故事里承太郎在被白蛇偷袭抽叠之后，依然坚持着把它交到了女儿手中。利用道具，我们也能重现出这个令人焦心的经典一幕。这一幕超像可动和粘土人系列都有还原，可见其重要性，见证了徐伦的成长。白金之星的欧拉欧拉动作特效键是本次最重要的卖点。白金之星的手臂由实体逐渐化为透明的拳锋，很好看。设计造型上与第3部、第4部的白金之星都有差异。底座的多个孔位可以看出此次的功能很不一般，配合一整套专属的支架，支架前端拼插到手臂后部的孔位里，末端连接到底座的孔位上，就可以表现出一只手臂出拳的动作了，简练的效果很帅气。得益于多个孔位，人物支架和出拳特效支架之间可以保有一定距离，让100做动作不会出现明显的干涉，这里玩一只手臂自由度是比较大的。接着白金之星的拳头也可以搭配分叉拳锋的特效键，这对分叉特效键是较硬的软胶，有一定的韧性。6只拳头可以组出2对出拳造型。接着把承太郎的左手插在裤兜里，右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，这里比较难固定啊。之后就得到了本次最为经典的欧拉欧拉实体拳锋造型，虽然没有白金之星本体的加持，气势依然很强劲帅气。但是呢，好看的同时啊，这次的3个支架实际把玩会互相磕碰啊，
玩耍的体验是比较差的。同时呢，不太在乎造型细节的话，这个拳风特效键还可以给紫色的白金之星使用，正面和斜侧视角还挺好看的。但是看到背面就会知道，这又是一次糟糕的摆动作体验，真的很不好摆。总之，这次万众期待的石之海承太郎，在我看来是毁誉参半，能看到一些很优秀的表现，但却在品控和最重要的头雕表现上拉了胯。这个最显著的缺陷让所有的亮点都黯然失色了，这让我很失望。这次也是幸好有大佬能重涂头雕有这么一个兜底，让我的承太郎重获了新生，很棒。